我们台湾位于地震带上啊，每年都有大大小小的地震不断。说到让你印象最深刻的地震，会是哪一起呢？1935年4月21日的清晨6:02分，中部地区发生了瑞士规模7.1的大地震，直到今天仍然是造成死伤人数最多的一场天灾，造成1.5万人伤亡，更有将近6万多栋的房屋倒塌。今年已经届满90周年，让我们一起前进当时的重灾区，看看为何会如此的严重。嘿，我是演员，现在在我的身后啊，就是清水的紫云岩哦。今天好像是要普渡的样子，所以摆了一大堆的桌子。我今天要去寻找90年前的那一场大地震，在台中有4处的纪念碑哦。这一场地震其实有许多不同的名称，官方定名为新竹台中地震，但因为当时的墩子角地区灾情特别的惨烈，所以台中人称呼它为墩子角大地震。今天我要使用这一本老照片特辑，进入当时前3严重的灾区，寻找人们纪念这场地震的4座纪念碑。现在我走的这一条路就是清水的大街路哦，当时算是重灾区啊。那在日治时期的时候，这一段路是清水的最热闹的一条街啊。发生大地震的时候，清水有将近1半的房子倒塌。好了，我现在在这个台中市清水地震事务所的旁边，前面这边就是日治时期的清水神社的后参道哦。没想到今天第一个点就那么硬哦。这一条路好像有280几阶。今天的第一座纪念碑就在清水神社的后参道上，必须要直直的往上爬升超过10层楼的高度才能抵达。发生地震的当时，清水神社还没建造，但已经有这个预定地了，因此在地震后选择将纪念碑建在神社的参道上。快到了，快到了！这一段再走上去就是清水神社了。不过我们今天要收集的第一个纪念碑就在右边。好，我身后这个就是清水震灾纪念碑哦，但其实它不是日治时期的时候的样子。这个纪念碑的上面跟下面材质差别非常的大哦。这座纪念碑原本应该是大震灾清水街殉难者追悼碑，它在地震后的隔年树立起来，用来纪念当时第3严重的灾区清水街300多名罹难者。关于罹难者人数，我这次参考的2本书啊，以及现场的告示牌，数据都不一样啊，这一点让我非常的疑惑。理论上应该是日本时代建立的纪念碑啊，但是上面竟然是民国纪年。你那边可以看到中华民国65年。民国65年的时候，圣公所找来新的大理石重新刻制，将旧的碑文包覆住，所以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。近年来曾经有试图要将大理石取下，恢复日治时期的原样，但是因为困难度实在太高了，无法施作。那这张照片后面的山呢，就是我现在所在的位置。从这里看下去，画面是非常的惊心动魄。这起地震造成墩子角断层大幅的移动，但依照目前的研究，断层并没有穿越清水市区。究竟为何会造成如此严重的伤亡呢？接下来的2大灾区直接被断层穿越，在那里可以找到这一次灾情惨烈的真正原因。好，我现在所在的地方就是神冈哦。后面那边就是神冈卫生所啊，然后再过去还有神冈区公所。这边你可以看到一个像鸟居的建筑物。好了，我来到我们今天收集纪念碑的第2座纪念碑，它是神冈的大震灾神冈庄殉难者追悼碑。这个纪念碑所在的位置啊，在日治时期这边就是神冈的行政中心哦。90年前那一场大地震啊，神冈这个地方是第2严重的灾区哦。这块纪念碑一样是在地震后的隔年树立起来，用来悼念神冈庄的530几名罹难者。一样，现场的人数记录和文献上的不太一样啊。这块纪念碑的背后仍然是写的昭和10年，并没有被改成民国年，也和日本时代的老照片长得可以说是一模一样啊。那让我疑惑的一点啊，是这一块大理石碑似乎没什么年代感，保护得很好，还是有按照原样重修过呢？好了，我现在来到的地方就是神冈区的新庄里。神冈庄是这一场震灾第2严重的地方。那神冈庄里面最严重的地方就是在这里。那我要来这边寻找的是为什么这个地方会那么的严重。这里距离神冈的核心地区其实蛮远的哦，本来就只是一个比较大的农村聚落。地震发生后，这里可以说是被完全灭村啊，几乎所有的房屋都倒塌，神冈庄的死伤者几乎都出现在这里。因为墩子角断层就直接从这个聚落的下方穿越，再加上当时全村都是传统泥砖屋所导致。在我身后这个里面这些老房子，都是那时候日治时期
地震以后重建的。其实我身后这种土脚厝泥砖屋，也是这一次地震会那么严重的原因之一哦。泥砖屋在台湾的早期是常见的建筑形式，大家比较习惯称它为土架厝。它的好处是材料取得容易，成本相当低廉，只要使用农村随处都是的稻草、稻壳以及泥土混合后做成长方形，并且晒干即可拿来盖房子。它冬暖夏凉，但它其实有一个最致命的缺点，那就是它极度的不耐震啊。泥砖本身的重量又非常的重哦，一旦倒塌压到人，基本上都会非常的严重。在我前面就是那个90年前的那一场大地震以后又重建的地区，这些土架厝又全部都建回来了。从这张照片上面就可以看到，当时这个新庄子地区啊，几乎全部都这一种土脚厝，也就是泥砖屋。其实，在那一场地震以后啊，很多人都知道了这一种泥砖屋对于地震来说是非常危险的。但是天灾导致严重的财产损失，所以不得已又把散落一地的泥砖再捡回来盖房子临时居住。后来大多数的泥砖屋都变成仓库使用，比较少人会居住在里面了。好啊，现在我一直走在这一个就是墩子角断层的断层带上面。这个断层的路线啊，现在被开辟成一条道路。好了，我来到这个观景台哦，下面啊就是大甲溪的河谷，对面那边有非常多高楼的地方啊，就是当时墩子角大地震的时候最严重的地区。那断层呢，就是从这边直接穿越大甲溪到对面的后里市区。现在的后里在当时叫做内埔庄，更老的地名则是墩子角。断层直接穿越当时的核心地区，造成极为严重的灾情。当时全台湾有超过3000多人罹难，其中就有1/3在内埔庄，几乎所有的房屋都被夷为平地。好了，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后里区公所。这个区公所啊，在90年前的那一场地震的前一年盖好的，然后后来在地震中幸存下来，几乎没有损坏哦，非常的神奇。好了，我身后这个就是今天的第3座纪念碑哦，它是大震灾内埔庄殉难者追悼碑。这一座纪念碑的形式与清水的一模一样，用来追悼在那场灾难中1000多名的罹难者。目前所在的位置并非原本的所在处，它一样没有逃过被修改的命运。在民国55年的时候，乡公所将旧的碑文挖除，并且用新的石板重新刻字，嵌入在旧的纪念碑上。原本日文版的碑文没有被记录下来，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遗憾。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后里运动公园。这一座公园的前身呢，就是内埔公学校哦。有一条断层就从这一座公园，当时的内埔公学校的下面经过，那一条断层就是墩子角断层。这里有一张内埔公学校那时候被震毁的老照片，当时的内埔公学校的校舍几乎全面倒塌哦。这里原本是纪念碑的所在处，但具体的位置已经不可考了。地震摧毁这里的内埔公学校以后，学校就搬到现在的内埔国小的位置。还好地震的当天是星期日的清晨，学校内并没有师生，所以学校内没有造成伤亡。但是另一个地点就没有那么幸运了。好了，我现在人在后里的这个墩溪里，我要来这边找一个当时后里的头人啊，也就是当时应该叫内埔庄的庄长的家。这也是当时张康庄长的宅邸，光是这里就有22位罹难者。张家的祖先是第一个来后里开垦的汉人，在这里拥有大片的土地。灾后的内埔庄超过1000人罹难，急需土地下葬，张家因此让这些人都安葬在自己的土地上，也就是现在的后里第一公墓。市定古迹后里闲板张家祖坟，为什么要来这边呢？其实这个就是后里第一公墓哦。这边啊，就是张家所捐的土地，几乎所有的罹难者呢，都葬在这一片的第一公墓里面哦。这边是后里第一公墓的范围，有3块非常大块的墓都是张家的墓，而且都是属于市定古迹。这是闽南式的墓园，但却有非常多日本文化的成分。墓碑的2侧墙上雕刻的文字就能看出当时地震灾害的情况。这一大片公墓当中，葬的大多都是当时大地震的罹难者。中间这块大墓呢，则是当时张家宅邸中，其中6位罹难者的合葬在此。到此我们已经走完了3大灾区的纪念碑，但其实台中还有第4座纪念碑哦，它所代表的意义和前3座非常的不一样。那现在我的身后就是泰安火车站，现在已经是市定古迹哦。当时的泰安车站就是这种木质的车站哦，然后你可以看到啊，整个车站都往右倾斜啊。好，我现在要进去泰安车站哦。不过呢，我们今天的重点呢是要找纪念碑，
那时候大地震的时候啊，刚好有一班火车正准备要出发，还好它还没出发。哇，这里蚊子超多的。好了，各位，在我身后这一座就是今天收集的第4座纪念碑。哦，蚊子有够多。那这一座纪念碑特别之处呢，它不是用来纪念人，它是用来纪念一件事件哦。纪念碑上面就写台中县赈灾复兴纪念碑。当时的旧山线啊，就叫做台中线。那在海边的那一条呢，就叫海岸线。90年前的墩子角大地震的震央非常靠近旧山线，对旧山线造成极为严重的破坏，导致受损的路段花了3年才修复通车。当时更有一台火车因为前后路段都中断，在当时称为大安车站的这边停了3年之久。旧山线沿线的破坏，在这里又可以挖一个坑了。这一个炮弹造型的纪念碑啊，就是用来纪念台中线铁路修复通车的这一个事件。那在苗栗呢，那边其实还有7座。另外呢，旧山线也有非常巨大的破坏。之后呢，再找时间来做相关的介绍。好了，我是圆圆，记得订阅我的频道，下次再见。我现在来到的地方是一个台中市的市定古迹哦，叫做张天基宅。虽然它也姓张，但是它跟后里的张家没有关系哦。虽然当时发生地震的时候它已经盖好了，但是它并没有受到非常严重的损坏。不过好像大门关起来诶。虽然它是古迹哦，但是需要预约啊，所以现在没办法进去。